昨天一晚上就突到了850分，状态巅峰时连续12把前4。来看这套马格推偶的 NA 选手 Mismatched Socks 的圣贤理解，他组完这套阵容上到了美服第6。现在的美服环境里，这套像当初的斗舍一样卷疯了。如你开始所看到的，我在仔细研究过他的战绩后，上手实测了很多局，对这套玩法进行了本土化改良，并以现在相对公式的形态呈现在你眼前。8人口构筑，4斗士3减脂3圣贤2幽魂2 5仙子，塞拉斯占第3排，原因后面会细讲。装备方面，保证重伤与减抗的前提下，塞拉斯最好有一个大天使，加里奥最好有一个冰甲。棋子的上位是洛来了换剑魔，因为洛的5仙子和剑魔的斗士为队伍提供的坦度相当，与皎月开出的2天龙也弥补了放弃掉的2幽魂的伤害属性。除此之外，洛的主动技能可以对敌方造成范围减伤，并且他本身也能打一些输出。猴子来了换皎月，他对队伍提升在天降改版之后仅是3圣贤到4圣贤的15点法强，这个属性是不足以替换剑魔的4斗与幽魂的。会如果2星了可以换莫甘娜，但1星的时候换不了。第二套构筑是曲坚同学分享给我的，他舍弃了奶妈、瑞文、剑魔，转而用俄罗伊、泰坦、佐伊。这个构筑看起来更贵也更合理，2护卫及质量卡补充的阵容坦度不弱于2雾仙子，另外多了一个控制单位，还白嫖了2法师的全体20法强，这个提升比3圣贤到4圣贤还要大，但缺点是洛和猴子来的话不太好换。圣贤这套阵容其实开服就有了，但是你现在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它。第一点，这套阵容的定位是爆发速推，塞拉斯是一个短手法师而不是一个战士。如果你按老的理解给他出银血泰坦，那么他将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。这是我制作的圣贤塞拉斯装备表，可以看到它的装备包容度极高，其中不乏一些颇具过渡强度的神装，比如电刀、头盔、龙刀。所以前期按装备表有啥和啥，不必纠结完美神装，因为其实没有所谓的完美神装，所以好打过渡。不过分透支经济的情况下，可以接受拉人口提节奏，非常容易打出高连胜。散间的优先级是水滴大爆魔抗，这套阵容能消化无限多的水滴。5一将至，是时候放下手中的手机，尝试新鲜的放松大计。如果你对屏幕上的世界已经玩到眼花缭乱，何不试试神奇的双子玉女？这个小玩意儿有着不可思议的放松魔力，每当我精疲力尽，它都能让我重焕活力，瞬间焕然一新。而且它的嗨点绝对能打动你，连我都被萌萌哒征服了好长一段时间。5一前夕赶紧行动起来，提前探索评论区的惊喜，不仅能把乐趣带回家，更有优惠等着你。快乐5一，从一探双子玉女的神秘开始。这些装备要搭配合适的过渡体系才有更强的实力，最舒服的就是3减脂的过渡了。很多体系卡辩证快又方便，慢慢补前后排的质量，切换带装备的打工卡也不会破坏体系。当然没有减脂用莲华或者天降决斗也可以。奥恩神器推荐明火、中亚还有新出的飞升护符都是给塞拉斯带的。虽然先前说圣贤塞拉斯是打爆发的这种，但是每回合塞拉斯基本都能活到最后10秒，所以拖时间的装备也很适合，比如大天使、中亚、大宝石。像面对纳尔、盲僧、凯隐这种活到最后的超级战士，你要么用极致的暴力瞬秒，要么就出拖的装备最后处理。这套阵容没有上9的刚需，你可以在8级多停留，这是14.9对它利好的改动。阶段玩家伤害从4阶段起提升，8级到9级的升级花费增加。莫甘娜的技能释放机制优化，你会发现刚才讲过渡、讲核装备、拉等级打连胜，到这里的8人口多停留是一套完整的保自己下限，同时拉低别人上限的玩法。连胜带来高容错，放弃上9换取8人口的诚心经济。8人口的阵容够贵够合理，环环相扣。如果你的节奏是对的，那么玩寒冰玩卡莎的对手会因为上不去9级，导致没有冰女侠等成卡，而和你的成型质量拉开差距，最终沦为你的垫子。补充一些理解，为什么先前图中的塞拉斯占第3排，是因为他的技能自带回复，且受法强加成。圣贤给前2排的友军提供全能吸血，给后2排的友军提供法强。如果以4圣贤2星塞拉斯为例，把它放在第3、4排的话，45的法术强度为其提供每次释放技能约63点生命恢复；如果放在第1、2排，则每次恢复约81点生命值。当然，这样的计算是有预设前提的，假定目标的魔法抗性为60，塞拉斯裸装2段伤害只有1个目标，这个数值会因塞拉斯的法强增加、2段伤害击中的目标数增加而提升，因敌人的抗性增加而降低。不过，仅从这些粗略的计算中就不难看出，塞拉斯吃法强的收益远高于吃吸血，这也印证了大数据认为吸血装对塞拉斯的收益一般的观点。阵容中除主 C 外的另一核心棋子就是加里奥了。它是让近战阵容在冰女横行的版本里立足的关键。加里奥释放技能时免疫控制，如果让他在正确时机释放技能，那么你的塞拉斯一定会死在这个巨块之前。如果加里奥和冰女都是裸装，那么冰女能够轻松俘虏加里奥，但如果加里奥装备冰甲，那么冰女需要1个启动装才能把它扔进茶壶。但如果加里奥有除冰甲外的第2个水滴装，那么单启动的冰女将失去作用。
但如果兵旅有双启动装，那么你给加里奥出什么装备都没用了，除非是水银。如果你的加里奥能稳定吃下兵旅的技能，那就相当于对面废掉了一个棋子，你激活了一个棋子。相反，如果兵旅稳定丢走加里奥，那么就相当于对面激活了一个棋子，你废掉了一个棋子。强化符文方面，大数据上玩这套阵容的人不多，我检索的条件是加里奥、杰拉、塞拉斯，尽可能排除斗舍对数据的污染，截取外服宗师以上的数据，结合自己的体感，认为这类强化符文是优秀的选择。二费火力、施法即时防御、小伙伴、珠光莲花完全适应殉道者、飞升系列、魔杖新人入队。这是一图六，有需要本片攻略文字版或者高清图的，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“手人猫咪”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